神话的时代结束了，上古之神女娲团土造人，赋予他们生存的智慧。人们分化成各有所长的9个部族，主宰世界。然而战火却因此烧起来了。世人欲望无尽，9族杀伐不休。女娲悲悯众生，将9大部族的欲念与异能封印在补天所圣晶石之中，铸成9星天柱，暂时换来平静。但是将来呢？这世道变了，你来自人间，也该回到人间。师父，师父，元精。法师天桥觐见。参见天皇，参见天后。慈恩寺法师天桥献计献策，助我军在前线大获全胜，又保护三藏灵骨有功，特加封为我朝国师，主持修建洛阳慈恩寺，钦此。谢主罗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慢点！磨蹭什么？快点！快跟上！那是什么？是个人。
李贵，取点水把他弄醒。快走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跟上，快！磨蹭什么？快点，干嘛呢？快，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想死啊？啊！不想活了！小子，你活腻歪了！看什么看？干活，快点！走！看什么看？快走！走麻利点，好，快点！你们两个麻利点，快点啊！麻利点，码好了啊！走。走。怎么回事？没吃饭呢？老大，血是勾到下面的交石缝了。那你还愣着，还不叫人帮忙？把他带过来。一个顶俩呀！你不如将他也卖与我吧？啊，老大，洛阳县衙的武艺。走，走。敢问官爷有何贵干？哪里人士？从哪儿来？到哪儿去？大人请看，这是官文。我叫沈大，是贩运大米的粮商，船籍登陆在余杭，这刚刚装了货，准备回乡呢。船家脸色甚是难看，水土不服还是怎的？啊，我本是江南人士，这洛阳天干物燥，又兼饮食不调，所以才一直脾胃失调，才会这样的。此番回家去，切要调养调养。一定一定，谢大人关心。一切正常，并无异样。耽误你了，不好意思。一路顺风。谢大人。走。是。兄弟们听好，要活口。你是何人？好大的力气！
是阿芙蓉。是我大意了。若不是大人细心，险些让这些走私犯跑了。把他们先押下去吧。带走。是，走，快点，跟上，快点，快点，都跟上，快！不过，大人是怎么发现的？我曾在安南都护府数位，当地雨林沼泽，猪蛮盘踞，虽过着食肉衣皮、不见眼骨的日子，却盛产毒物。此物虽毒，却可缓解疼痛。因此，军中大夫常拿军粮与当地一些蛮夷交换，用于医术，治疗重伤的将士。可大夫也常说，少能救命，多则致死，且不可大肆传入我朝，否则祸国殃民。我见那沈大手上黄碱色泽，与安南域外蛮夷的首长一模一样。这些船吃水很浅，不像是庄门大名，不免心生怀疑。原来如此。那艘船怎么如此豪华，像个宫殿一般？大人可能有所不知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千端阁，是富商贵人的销金窟啊。你倒知道底细。只是听闻罢了，那种地方我们怎么能进去？据说，里面有位名唤如月的姑娘，舞蹈技艺天下第一。想去看看？看不了了。那如月姑娘前几天死了，老爷清查此案，证据确凿，很快就判了。竟有此事？正是。谁能想到这繁华盛景里面，有几分真假，又有多少心机和阴谋？小主子，小主子，这马把轿子坏了，还没换新的呢！石头，快去追呀！小主子，二位，有没有见过手臂上画有这个图案的人？二位，哎，你们有没有见过手臂上画有这个图案的人？没有。没有，谢谢啊。不客气，再来啊！你是不是饿了？偷懒儿，滚回去干活！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一大老爷们有活不会自己干，凭什么一天到晚老打人家？你烟吃多了，闲得慌是不是？这是我的奴隶，怎么用是我的事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奴隶也不是天生就来挨打的呀。怎么着？看你才像个奴隶呢。就你还有奴隶？你不会诓我吧？谁诓你了？那既然你说他是你奴隶，那你倒说说看，如果他世代为奴，请问您是哪个大户人家呀？这洛阳城应该没有哪个大户人家是我不知道的。如果他是你买的，文书呢？你有病吧？我文书凭什么给你？拿不出来就别在这瞎废话。不会是黑市交易吧？让他把文书拿出来看看呢，对不对？你瞎嚷嚷什么？这都问一早上了，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。看来此人平日行事颇为谨慎。此人武功高强，行踪诡异，我的直觉，他与阿芙蓉案必有干系。打架了！打架了！打架了！快过去！我的马！让开！
大人。追！小主子，马轿子，马轿子坏了！让一下。走。又让他给跑了。算了，先回衙门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儿要不是那个奴隶，还有那个官差，要不然，今儿你小主子我的命和那一条街百姓的命就搁那儿了，知道吗？手怎么了？早上炸马草的时候不小心割伤了。你第一天干活啊，炸手？嗨，他这一天都恍恍惚惚的，就跟丢了魂似的。请小主子给个痛快吧，让下属把我头摁在那铡刀底下，弄死我算了。就说说而已的事儿，什么时候罚过你啊？小主子，你不知道，他有个小老乡犯了死罪，明天就要处决了。我也不想活了。是不是那个端午那天给你送过鞋的，比你大3岁的那个女的啊？除了那段小玉，还能有谁？不是为什么呀？他伺候的姑娘忽然死了，有人逮着他手上戴着手镯，说是姑娘送的，可没人相信。是你，一定是你！小姐待你不薄，就因为把你打发到了伙房，你就记恨起来了。你太狠了，你太狠了！你看，这就是你从如愿那儿偷来的镯子。民女段氏小玉图财害命，谋杀舞姬如月，证据确凿。今日判定，3日后斩决。大人冤枉，我没有杀人。我知道他是冤枉的，他要是死了，我也跟着去。和小主子您刚才受惊，我对不住您的大恩大德，我来生再报。我给你磕头。你一大老爷们儿，知道人家冤枉的，不想办法救人家，还在这寻死觅活的干嘛呀？给我起来！快起来！丢不丢人？等着。叔叔，叔叔，出来见客啦！叔叔，你去哪儿了？你再不出来，我就走啦！我数3个数啊，3、2、1。小孩儿，这么久不见，功夫退步了啊！我是故意露破绽给你的，你快给我放开！这什么玩意儿？这可是好东西啊！只要你一放出去，不管是东西还是人，都给你拽过来。这么厉害！接这个，我来就是来搜个好玩意儿的。行，不负我所望啊！厉害了吧？来吧，女好汉，吃饱饭上路了。我不是。不吃，不吃，没有了，不吃。柴大哥，柴大哥，我是冤枉的。柴大哥，你放过我们，放了我吧，柴大哥，柴大哥。大人，大人，他就是小玉。大人，我
你的案子我不知详情，可你这句话我却听了无数遍，几乎每个进来的犯人都会说这句话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当初害人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今天？大人，我是冤枉的。大人，我是冤枉的。跟我玩这个，告诉你们，大爷我不在乎。对，爷是走私阿芙蓉了，是赚钱了。爷一天花的比你们1年挣的都多，想问上限？不能说呀，说出来我怕吓死你们。大爷我口渴了，给爷来碗水。怎么是咸的？有咸的喝就不错了。大人，大人，鸳鸯先走一步，我知道，我跟你俩是在做夫妻。有本事这又不要人！不好，有监狱！有人监狱，人呢？哪儿去了？在上面。大人，对不起，没跑远。怎么办啊？有办法了，来。大人，这监狱的够能跑的呀！是你该练了。人呢？应该就在这附近。莫不是在水下？我下去找。先等等。我知道你就在这儿。你劫的是紫球，我已经下令全城戒严，你逃不掉的。小胡，我们回去吧。小玉，石头，小玉，真的是你啊！我还以为再见到你，就是在阴曹地府了。多亏了这位公子，把我从死牢里救出来。这可不是什么公子，这是我们家大小姐远安，现在就是在户部侍郎叶大人府啊。谢谢大小姐的救命之恩。我真受不起这个，我也没比你大几岁，不是？其实我这人吧，也没啥本事，就是功夫还不错，也好管点闲事。不过我今儿把你救出来归救出来了，但这官兵们也追得紧，你也毕竟是入过死牢的人。回头你就躲我这儿，等风声松了点儿，我再送你个石头出去。放心吧。谢大小姐。哎呀，客气客气客气。好险！爹爹今日上朝走得早，差点被他撞见。姐。
鬼鬼祟祟的。姐，你才鬼鬼祟祟的，你这一袭黑衣是干嘛去了？流行啊！你书呆子知道什么叫流行吗？昨儿我又听见花园地库有动静，你在那儿藏人了吧？你也听见动静了？昨天晚上我去花园看了一下，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吗？什么？老鼠啊！你这么大的老鼠！远宁，娘，娘，又惹姐姐生气了。大小姐，这武艺最近又长进了吗？这教训弟弟非得掐着他的脖子吗？我远远的看着呀，还以为你要掐死他呢。对不起啊，母亲，这回掐死他被您不小心撞到了，下次掐死他一定不让您看见。大小姐，老爷昨晚吩咐我，让我督导你抄写女则。哎呀，该睡觉了。真不知道上辈子造了什么孽，这辈子要跟这个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。什么？有人劫狱了，就在你眼皮子底下！启禀大人，对方武功高强，又使用了古怪的器械，我们失于防备，被他偷袭成功。属下该死。武艺高强，赵兰芝啊，赵兰芝，都说你在边关身经百战，智勇双全，是天下1等1的快刀手，你才应该是武艺高强啊！你怎么就能让人跑了？哎，我看呐，真是浪得虚名。大人放心，属下一定会把人犯捉回来。你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呀！是。大人，您让我查的事情有眉目了。小主子，就是这位官爷求见。是他。是他。叶远安，叶府长男。赵兰芝，洛阳县衙捕头。这位是我的部下校伙。叶公子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原来她是女儿身。昨天在集市还要多谢大人相助，若不是大人，可能我现在早已被那马摔死了。不知赵大人今日前来，所为何事？我就跟叶公子有话直说了。昨夜有人劫了个判定斩决的死囚，这事儿你听说了吗？没有啊。不知那死囚与我有何干系吗？赵大人都找上门了。这名女囚原籍山东，她在洛阳社会关系颇为单纯。我们查到她有一个经常走动的同乡，名唤石头，就在叶大人府上做工。我们今天来就是找这个石头问话的。难怪昨晚没有当场揭穿我，一下子就扑准了。不让他见石头，定是不会善罢甘休。赵大人，你这样做事不太合规矩吧？怎么说，我爹也是户部侍郎，朝廷重臣，你呢，也就是一个小小捕快，怎么说问话也问不到这儿吧？不过我也理解，你毕竟是例行公务，我们也理应配合。夏叔，叫石头。是，小主子。赵大人，喝茶吗？不必了。小主子，石头来了。小主子，你要见我？这二位官爷说，你昨天夜里去劫了囚，并且还私藏了人犯，可有此事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给我老实招来，要不然我扒了你的皮！小主子，我得有多少个胆子才敢干这种勾当啊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小兄弟，没撒谎吧？大人，多少个脑袋才敢骗您啊？
赵大人，这事儿我可以为他担保。这孩子老实得很。如若您实在不信的话，可以随便去后院搜，看是否有那段小玉。我几时说过，那人犯名唤段小玉？当然是我们家石头跟我说的。前2日他跟我说，有一位同乡名叫段小玉，犯了人命。可是他们……哦，叶家上下真是无话不谈。哎呀，这张破嘴！那是。好了，话问完了，公事也就办完了，叨扰叶公子了。有几句话我要说一下。劫死囚不是小事，如果谁觉得自己本领高超或者背景深厚，就可以浑水摸鱼、侥幸逃脱，那就错了。官府会发通缉令，悬赏捉拿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死囚跑了，绝不是我们2个不义在抓他，他会被无数双眼睛盯着。至于那个劫狱者，也绝对难逃法办。下书。送客。大人请。叶公子，告辞。大人，您看会不会是那个石头？不是他，是他们家的公子。大人，难道您有什么发现吗？走。快走！哎，你俩大半夜去哪儿啊？小主子，我要带小玉走。还嫌现在风声不够紧是不是？现在走。反正不能待在府里，给您和老爷还有夫人添麻烦。我和小玉一走，能逃就逃，不能逃就死在一起。那是，你俩死一块轻松了，死一块我们家就没什么麻烦了，是不是？死一块，那我昨儿就不白救小玉了，是不是？怎么想的你？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也是，这过了今儿，明儿怎么办呀？夜长梦多的。得，我送你俩出去呗。谢小主子，谢小主子，谢小主子。时辰差不多了，一会儿应该有船只过来，只要给他们些银子，就会带你们走。运气不错，刚好有船来了。赶紧吧，别耽误了。这些银子拿着，找个没有人认识你们的地方种块地吧。你娘那边就不用担心了，到时候我会让夏叔安排好的。小主子，您真好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你把马养那么好，我才舍不得。不过找到这么好的姑娘也难得，好好过日子吧。小主子的话，我们到死都不会忘。哎，再跪我就不送你们走了啊！行吧，快去吧。走。这位是我的部下校尉。哎，这位公子私劫死囚，知不知道什么后果？不知道啊，我这人向来做事由着性子。住手！官差大人要的无非是抓我回牢里去砍头行刑，我绝不连累小主子。小玉这条命不值钱，但也不想蒙冤而死，我要干干净净的走。
小鱼，小鱼！他们说你是图财害命，你到底被他们捉住什么赃物啊？他们说我拿了如月姑娘的镯子，可那珊瑚镯子的确是姑娘给我的呀。她不知有多少宝贝要比那珊瑚镯子值钱。若是偷，我为什么不偷一些更值钱的宝贝？为什么我会留在千端阁，等着你们来抓我呢？大人，看来在你们判这位姑娘死刑之前，应该没有人听过她说的话吧？官差各有分工，这案子不归我管。所以你就只管抓人，把她送到屠刀底下？大人，要说我家姑娘的死，小玉也觉得蹊跷。你都知道什么？主子拼了命救你，你赶紧说给大人听啊！大人是正人君子，像千端阁那种花天酒地的场子，您不会清楚。如月姑娘虽是千端阁的花魁，但也曾是大户人家的女儿，后来家道中落，落魄至此，却依然品性高洁，卖艺不卖身。妈妈，今天这姑娘跳得真不错啊！姑娘自视清高，是钱财如粪土，除了歌舞艺伎表演，没人进得了她的闺房。如月，开开门呐！如月，我自己来。我也就是个干粗活的伙房丫头，常常挨打。如月姑娘见我可怜，向妈妈要了我去伺候她。但其实，我也只是在她允许的时候才能进她的闺房。如月姑娘从不告诉我她的私事。那位说是救过她的公子，我从未见过正脸。每回他来了，我便被姑娘支下楼去做别的事情。公子，选个吉日，我们来世做夫妻吧。只知道这位公子每次都是便服出行，不想让太多人知道他的身份。这么多事情，你怎么不在公堂上说出来？我是想说，可是有谁信呢？大人，给我点时间，也给他们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查清这个案子。弃卷灯西天将明，思念却缄口不提。长梦之中几番与你，暮成心绪，谁都想一世不离，怎料却都转心。